今年最强台风画家沙正以毁灭性的力量横扫而来。它穿过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之间的巴士海峡，携带着高达时速215公里的阵风，正一步步逼近中国南部沿海。而深圳这座中国的金融中心正处在风暴的正前方，当地政府宣布计划紧急撤离40万人。工友抓紧一点，领导通知了，10点钟之前撤离完毕。各位工友，收拾好东西。而香港的国泰航空也已经提前发出预警，预计将取消超过500个航班。这座珠三角的超级城市群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威胁正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台湾东部地区已经率先遭受猛烈冲击。民众由饭店楼上拍下的画面中看到小湾这里因为台风掀起惊人的巨浪，连路过的车辆也惊呆了，忍不住的减速，仿佛是灾难电影的场景。只见巨浪不断的往岸上冲刷，好像要把路面吞没的感觉。这是强台边缘扫过垦丁时的情况，虽然是擦边而过，但是威力惊人。与此同时，花莲的马太安溪乡在暴雨持续冲刷之下形成的堰塞湖突然溃决。桥冲垮了，垮多少？我滚过去了，滚过去那个桥断了，我要去包库喽。桥在这边没有了，没有桥了，谢谢。唯一的路是灭顶了吧？还是断了？巨浪裹挟着泥沙和断木冲进市区，造成灾区民众被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有没有救生艇？这个白色车子里面有人，他现在被冲到那个光复国中棒球场，然后水现在越来越大了。洪水一度淹至半身高，轿车如同玩具般被掀翻飘走，甚至10几吨重的军车也不能幸免。在洪水强大的冲击力面前，也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力。花莲光复乡在这场台风画家沙带来的洪水中，几乎一夜之间彻底沦陷。滔天的洪流从山谷中倾泻而下，泥石、树干、碎石夹杂着滚滚洪水，猛然扑向这个原本宁静的乡镇。街道已经不见踪影，房屋只剩下屋顶在水面上挣扎，整个乡镇仿佛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成为一片魂灰汹涌的泽国。这边是我们家里一楼都买了，1楼都买了。妈妈跟大姐在住2楼，妈妈跟大姐，我孩子去哪里？小孩子跟金德他们都已经逃难了。金德带小朋友，正月也是开车，金德也开车都到避难所了。这是家里，这边是厨房，这是1楼，这边是1楼，这是前面是前厅的家。监控视频拍下惊险的一幕，在镜头中，一名妇人紧紧抱住电线杆，才勉强保住性命。整个过程看得让人心惊胆战，简直是太恐怖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太安溪大桥直接被洪流冲毁，场面宛如末日。啊，脚不见了，脚掉了。幸运的是，因当局早一步封路，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如果晚一步封路，必定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所以，政府部门在灾害来临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确保民众安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当地也已全面沦陷，数千居民被迫撤离，安置在简陋的避难所内，外面依旧是风雨交加。菲律宾气象局发布了严峻警告，暴雨、山洪和山体滑坡的风险极高，危及生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马尼拉和数十个省份的学校与政府机构紧急关闭，一座又一座城镇正陷入黑暗与恐惧。而在中国南部，随着画家沙的逐渐逼近，深圳、广州、珠海、汕头等城市进入高度警戒。中共政府号召民众在台风画家沙登陆之前，一定要囤够3到5天的粮食。政府发公告说买3天的菜，这我买啥呀？全没了。
买个篮子吧。此话一出，整个广东人心惶惶，纷纷跑到菜市场抢菜。这也是中共刺激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应对接下来的台风，已经收到全市5停的通知了。晚上我跑超市跑了2趟，第一趟跑空了，菜都被抢完了。第二趟超市来了第2批新的菜，你看排这么长的队，我的天呐，我都排了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囤了3天的菜，冰箱都塞满了。听说这一次是超级大台风，希望大家能安全度过台风日。台风画家沙还没真正登场，广东的街头却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不是因为大风大雨，而是因为政府一句提前做好物资储备的提醒，瞬间演变成了全民抢菜大战。超市里蔬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白菜、小葱、土豆被扫荡一空。平日里最不起眼的冬瓜，摇身一变成了硬通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手里拎着一颗白菜，就像是拿着股票涨停板。食材全部抢购一空，看没，苦瓜都抢完了，我的天，都没了，我靠，都没了，全部都没了，这边也没菜了，好恐怖，我的天！现在大家在抢冻货了，我的天，我也搞几个吧。鸡蛋都抢购一空，我的天哪，太恐怖了。豆制品区也抢购一空，我的天哪。平时哪有这种景象？我现在只有这种冻的饺子没人买，我买了2包，排队都有这么多人，我的天！可是这背后透露出的却不是幽默，而是荒诞与悲凉。一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地区，在台风来临前，给老百姓的唯一指令不是加固堤坝，不是清理排水系统，不是检查电力通信，而是赶紧抢菜。难道囤够一堆青菜就能抵御洪水？难道家里多几根黄瓜就能保证电力不断？荒唐至极！没事吧？深圳没事吧？啊？好疯啊！台风来没来咱不知道啊，但是抢菜那抢的还是这老大爷老大妈们抢的挺厉害。在每次台风登陆之前，上演抢菜这样的场面是中国独有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我们要不要这么夸张？一点菜都没有了。我操！你看抢购一空哦。一点食材都没有了。更讽刺的是，这样的号召正好成了某些部门的遮羞布。当灾难真正来临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是没提醒大家提前准备啊，你们不是都抢过菜了吗？”仿佛把防灾的责任轻描淡写地甩到了老百姓的肩上。至于排水管道堵不堵，堤坝能不能顶住，房屋会不会被淹，这些才真正需要政府担责的问题，却被巧妙地回避掉。于是镜头里出现了一幕幕讽刺的画面。没那么多了，一条，没有那么多了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验一条，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了。出不了啊！这真的是我历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这里买空成这个样子的，真不愧是台风的威力。我在这里1年多了，没看到这里买空过的。我买啥？你看一下现在，天哪 ！Hello， 朋友们，现在超市是人爆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23号中午台风就要登陆了，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超市里抢青菜、囤水果、囤肉。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比较疑惑，因为我第一次经历台风，不知道应该就是真的要去囤很多东西会停水停电吗？有没有本地人可以给我分享一下的？像现在很多菜都已经是被抢空的一个状态，真的会这样吗？我第一次见，真的觉得有点夸张。市民在暴雨中抱着一袋大葱狼狈回家，有人推着小车堆满了白菜、青椒，仿佛是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更有人因为抢不到蔬菜，在超市当场争吵。然而在他们的眼神里，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感，只有对未来的无力感和对当局的不信任。一场台风照见了体制的虚伪，别的国家未雨绸缪，修建堤坝、检修电网、科学预警，而在这里，政府的所谓动员却变成了一场荒唐的抢菜秀。
仿佛只要老百姓家里冰箱塞满青菜，这场台风就不算灾难。听说这次台风超级大，半年前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为了这片海景，但是这半年吧，海景其实没看太多，主要看台风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天。作为一个北方孩子来说，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怎么经历过台风这种东西。看网上很多人说，其实这次台风还是挺严重的，有点像之前的山竹。但说实话，山竹是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朝海的房子，所以这窗户还能保住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措施？真正可怕的不是风雨，而是这种把生存变成了自救，把防灾简化成抢菜的荒诞逻辑。这不只是一次物资的抢购潮，而是对公共治理能力的一次赤裸裸的讽刺。深圳，我真没时间给你闹了啊！每天谨防加沙，谨防加沙，加沙真的来了，舒服了。还有我们外地人啊，是没有作战经验的，不知道要提前囤物资。我今天去超市一看，连个蛋都没给我留下，这不完蛋吗？啊，还有新闻上说什么，那个深圳或将转移40万人，转移的哪些人？本地人，外地人什么都不管是吧？现在都没有接到通知，转移哪些人？主要是我窗户也没封，因为今天是大太阳，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当局还给出的另一条防台风指南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他们郑重其事地建议居民在窗户上贴上胶带，于是城市里出现了一幕幕这样的奇观。阵台风来了，看一下我们公司的防护措施啊！就这，你确定？你觉得这可以吗？非常 nice， 这种贴起来，龙卷风来都能防2下。我感觉这个好豆腐大工程哦。能不能顶得住16级啊？16级、18级都能顶得住。来，你说的啊！我跟你讲，赶紧把你们桌面上这东西给我清理掉啊！玻璃还有洞。这几道廉价的透明胶带，仿佛就能抵挡住台风画加沙每小时200多公里的狂风骤雨。这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一个宣称拥有世界级防灾系统的国家，在强台风逼近时，却让老百姓靠胶带自保。防台物资已经准备好了啊，冰箱已经塞满了，还有这个蜡烛、胶带、绳子、防水袋，还有防水布。难道几块胶带能代替钢筋水泥，能比得上科学的防灾设计？更讽刺的是，这些贴胶带行动还被媒体大肆宣传，仿佛是一种全民参与的防灾盛景，一边是号召抢菜，一边是倡导贴胶带，这就是所谓的防灾智慧。但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这一切准备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物业，我这里的风已经吹我那个门后面这里吹烂了。因为他们心底都明白，面对一场时速超过200公里的超级风暴，任何人力都显得渺小。台风画加沙的到来，不仅是一场自然的考验，更揭露了城市在极端天气下的脆弱。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